这个荷姆斯海峡跟伊朗当中，其实所占的这样一个人民币的结算的比重，其实微不足道。更重要，北京的大战略的大棋盘嘛，这一场的战争到目前为止，谁是最大赢家？目前来看，应该很清楚的嘛。俄罗斯是最大的赢家。目前来看，除了伊朗之外了哈，谁是最大的输家？大家一定认为美国是最大的输家嘛，特别是他是被以色列这样牵着鼻子走。最近这个德意志银行策略师叫萨奇德瓦，他分析说，这场冲突大家小心有可能会成为侵蚀石油美元主导地位的催化剂，而且催生石油人民币。主要是因为呢，中国大陆是伊朗的长期伙伴，同时也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吗？不是现在建立起一个实质的收费机制，而且是用人民币收费的体系哈。当然，这背后的考量有没有可能是说想让中方入局？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北京真的有可能会因为目前用人民币来计价，说建立这个收费机制，而就轻易的去进入到这趟浑水吗？我想大概不容易。我们应该这样来看。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从中国的角度，2025年，它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能源的进口国是3个国家，排名第一的是俄罗斯，那它早就已经开始用本国货币人民币在做结算了。排名第2的是沙烏地阿拉伯。那它到去年从去年的第4季到今年的目前为止，快要第1季，大概一半以上也在用本国货币，就不再用美元来做计价了。那排名第3的当然就是伊拉克。那伊拉克从2023、2024年开始允许部分的民间也可以用所谓的人民币来作为石油的购买，那现在也可能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就是由于第一个，首先，中东地区能源最大的出口国就是中国。第二，中东的国家的主要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能源，慢慢的改变由美元为主导的一部分，慢慢的往着人民币来做结算，那这是一个大概可能是一个趋势。这第一个，我们这样来看。那第二个，那伊朗这样的做法，难道北京就要入局吗？倒也未必啦，因为这个荷姆斯海峡跟伊朗当中，其实所占的这样一个人民币的这样一个所结算的比重，其实微不足道。第二个，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北京的大战略的大棋盘嘛。这一场的战争到目前为止，谁是最大赢家？目前来看，应该很清楚的嘛。俄罗斯是最大的赢家。那这一场选举来讲的话，目前来看，除了伊朗之外了哈，谁是最大的输家？大家一定认为美国是最大的输家嘛。特别是他是被以色列这样一个牵着鼻子走。你去看看美国在什么？美国在联合国总共动用了93次的否决权，其中53次都是为以色列一个国家在投的。对，几乎是被以色列牵着走。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此今年又是属于中阿峰会。中国跟阿拉伯国家峰会在年中，今年中国2个重要的一个所谓国际性的主办赛事嘛，一个活动嘛，一个就是年中的中阿峰会，一个是年底的 APEC 会议嘛。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伊朗当然中国不需要为了什么，不需要为了这样一个伊朗这个问题高度的介入支持伊朗而得罪了阿拉伯国家，更何况从他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也在从这一场战争当中看到美国刚好把他最先进的武器跟设备在不断在伊朗当中来实践，也让中国在战争上学习到教训，也收集到相关的参数。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也不需要介入太深嘛。是，吴岳老师讲到这边我就是看到最近有一张图表，我觉得他整理也蛮好。他是说呢，中俄对于伊朗为什么现在采取比较是闭上关就是说保持冷静。那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因为海湾贸易远超乎整个海湾的贸易利益远超乎对伊朗的利益那另外呢，就是说中国与沙烏地阿拉伯、阿联的贸易规模远大于伊朗，军事介入的话呢，将会损害能源投资的版图。所以不管怎么样想呢，其实现在保持你说等距也好，或者是说有个距离是好事。可是北京如果想透过伊朗这一次的战事去牵制川普的话，在中东这边有哪些杠杆是还可以操作的呢？这个阿基米德讲过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举起整个地球，就代表杠杆的重要嘛。那有些中小型国家因为具有战略位置，比如说2手海峡，还是这个特殊的技术，像晶圆制造，还是因为稀有资源像稀土，甚至加入什么国际组织联盟，像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而具有杠杆的地位。好比台湾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操作中国一体的杠杆。那我们来盘点一下中国在这次的战争到底有哪些杠杆。第一个当然是军事啦，就伊朗。那伊朗跟中国有所谓军事合作，甚至还有科技能源合作。不过呢，伊朗终究是一个主权国家，是一个地方之霸，它不是一个小弟啊，不太可能当代理人，所以这个杠杆很有限。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伍约老师讲过的沙利阿拉伯，它跟中国商业经济合作非常繁盛啊，互动非常频繁，那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而且刚讲的人民币结算。但问题是沙利阿拉伯很亲美啊，它跟美国有军事合作，还有美军基地啊，所以也是很有限。第三个有人讲说啊，是不是那些侧翼组织像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甚至胡塞青年组织，这个顶多当成侧翼的侧翼啦。就是杠杆的杠杆，由伊朗来协助发动，而且没有全盘掌控能力，也是很薄弱。如果归根究底，反而有杠杆啊，就中国自己的国家形象。第一个，因为它国力提升，那跟这个中东诸国的往来很频繁，那不像美国一样做生意还要传教，传什么教？传民主的教啊。那只乖乖做生意。第二个呢，它也不干涉人家内政。第三个，卖给你的军事武器也不会限制你的使用。所以相形之下呢，反而啊，这个自己的国家形象反而是比较有意义的杠杆。那最后一点来讲我们做个结论啦，中国在中东地区是有杠杆，但是杠杆是只有局部的影响力，并没有全面的控制力。特别是中国也不希望全面失控，那么只能说结果是让美国很烦很忙，然后花费更多的时间、人力资源在这上面而已。是美国现在陷入了一个焦灼状态。好，来快问快答 ，Russ， 你觉得美国接下来大家关心的是会发动地面战吗？你觉得会还是不会？小规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美以伊这场军事冲突呢，从2月28号开始以来呢，到今天3月28号，1个月了，还没有结束。现在外界最关心的就是到底这场战争要什么时候结束，以及它会如何结束。美国总统川普在3月26号针对目前的最新局势他又有一个最新的说法。他说呢，应伊朗的要求，将重新打开荷姆兹海峡的最后通牒时限，延长到美国当地的时间4月6号这一天。在这一天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的发电厂这些相关设施来发动攻击，但立刻遭到伊朗方面的否认说没有要求美国暂停攻击这件事情。而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务卿 Rubio 3月27号在法国参加 G7 外长会议时呢，向欧洲的盟友表示，对伊朗的战争还会持续1个月，而美军可以在不派出地面部队的状态下完成战争目标。可是《华尔街日报》呢，却又报道说，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正打算加派上万名的地面部队，包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2栖作战部队，还有第82空降师等等，前往中东地区，让川普在和伊朗谈判的时候有更多的军事选项可以运用，也就是呢，拿军事力量作为他的后盾。那到时候跟伊朗谈判呢，增加对伊朗谈判的压力。不过伊朗方面也听到了，他们说我们准备好了100万大军等着美军来。先来看一下，这是《工商时报》他们整理出来的，包括了现在对峙的美国、伊朗跟以色列。现在大家也在看的是中国大陆的角色是如何。美国方面刚才也听到了不断的强调说，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也敦促团队要坚守川普呢公开提出的说4到6周一定要结束这场战争。另外呢，不断的强调说是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好，但是伊朗说没有这回事，而且呢，现在呢也针对美方所提出，在这个礼拜我们知道他们提出了15点的和平提案，但是呢，伊朗立刻就提出了抛出这个结束战争的5个条件。其实坦白讲，你详细看你就会发现，其实双方根本谈不拢的。好。以色列这边呢，则是强调说，任何协议都能够让以色列保留先发制人的攻击选项。中国大陆呢，则是由外长对外表示说，美以双方现在都在释放一个谈判的讯息，出现了一线和平的曙光。我们特别来进一步看伊朗方面提出的5个因为在美国提出了15项的这个和平说要谈判的条件之后呢，伊朗方面立刻就提出了5点第一个，彻底停止侵略跟暗杀，还有呢，具体要确保不会再发生战争，也就是要永久停战。第3呢，就是一定要赔偿。再来就是要结束所有的领域以及对中东所有相关反抗团体的
也就是代理人，你不要去找他们麻烦。第五个呢，就是国际社会必须要承认并且保障对荷尔姆兹海峡行使管辖权，意思是伊朗说我必须要拥有荷尔姆兹海峡的这个控制主权。好，那现在呢，听到川普这边呢，你可以发现他真的是说法一变再变哈，改来改去，现在又突然自行宣布说，对伊朗的这个攻击的最后通牒就是压到4月6号这一天。4月5号，大家知道，在美国这边要欢庆的是复活节哈，所以压在这一天背后到底有什么策略？所以我请教大使啊，您觉得现在不管是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其实双方都很想谈，是这样子吗？我想比较想谈的应该是川普，要不然他已经塔口2次了，48小时变加5天，对，5天现在又多加10天，那他也没有把战争增高，因为这个基本上他如果真的就他所警告的，你不谈我就要打你的电厂跟你的能源设施的话，那这个战争就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就态势有拉起来，感觉好像要增加，但是没有实际的行动。那这个就证明他是恐吓。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伊朗对于美方啊，特别是对川普，已经是不太信任了，就一被骗再被骗。然后呢，最终目标如果真的是要进到谈判的话，接下来要怎么谈呢？因为川普只考虑到伊朗要接受他的条件，对，他没考虑到伊朗也要他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我觉得现在卡在美国要接不接受伊朗的条件。川普的条件已经一再放宽了，川普他说这场战争他已经胜利了。对，他说展开谈判，他说有10个，如果这个谈判的要求清单上有10项的话，他说前3项都只有一个，就是放弃核武。伊朗只要放弃核武，基本上就达成了。对，因为他过去说我要把你的这个导弹摧毁，我要把你的核武摧毁，都没有达到啊。所以现在川普是战场上打不出结果，所以呢要到谈判桌上去找一个结果。那通常我们这个在历史，我们从历史的教训啊，战场上拿不到的，你的谈判桌上是拿不到的。那现在那伊朗已经看准美国是不敢随便升高这个战事，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所以伊朗的姿态很强硬，让川普现在是骑虎难下。对，现在就是看说美方接下来的动作会不会真的派出地面部队哈？这个是不惜牺牲任何的代价吗？真的是如此吗？因为伊朗的国家通讯社啊，就是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伊朗政府也放话了。说已经组织了上百万名的战斗人员，包括他们的正规军，还有民兵，准备投入地面作战。那最近呢，还看到有大批的伊朗青年呢，纷纷向伊朗民兵组织巴斯基以及呢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表达说要参与作战的意愿。伊朗军方也宣称，他们说呢，美国想要用自杀式的战术来强行开放荷姆兹海峡，而伊朗也准备好了应对他们的自杀式战略，就是要达到最后的目的，让荷姆兹海峡维持关闭的状态。不过我们也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死忠的人数大概算了一下，也差不多10万人而已啊。究竟现在伊朗讲的这个100万大军是从何而来？好，他当然现在100万大军包含他现在手边所有能够动员的人力加总起来，但其实即便是真的能够动员到100万大军哈，我个人认为这次的这个地面部队地面作战要能够打起来几率并不高。为什么？因为现在主要是美国能调动的部队数量非常有限。因为你看，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过去几次包含19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跟2003年第2次波湾战争，美国光是应付一个伊拉克，它集中的部队的数量就远超过今天的这个部队的这个数量。然后而且当然不可否认，当初打伊拉克的时候，前面一段的时间的打到这个巴格达推翻海珊政府的这个进度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说你今天你要打伊朗，你在这个波斯湾你进行登陆，你要打到德黑兰，路程非常遥远路程非常遥远。其一那再加上你美军的这个地面部队准备不足，那美军如果说好，我现在基本上我只为了要打通这个荷姆兹海峡，所以我把周边几个岛占了。如果说他的兵力要说今天占到这个波斯湾上的关键岛屿，然后以及荷姆兹海峡关键岛屿办得到，但问题他占了以后，他会形成一个腹背受敌的态势。这些部队上去了之后，会时时刻刻在伊朗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射程的武器的袭扰之内，而且更不要说你今天你如果攻战之后伊朗的这个部队还有负隅顽抗的，垂死跟你抵抗的。再加上从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伊朗它整个在军事指挥上来说，它的去中心化显然做得不错。所谓去中心化做得不错，就是当好它的这些高层
一连串接二连三的遭到美军的猎杀之后，然后他还能够持续发动好这个反击。当然有很多这个美国的朋友说啊，反击的这个力道小很多啊，你看现在跟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减少了90%，的确是减少90%，但是等到当你部队登陆如果你真的要打地面战，你部队登陆，你夺取一些岛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思考对方可能会对你的反击，那这个反击会造成你人命的那个持续丧失。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发动了地面作战的话，它就必须是要至少一段时间的，并不是像是到委内瑞拉带了人就走的。对，的确川普他在这次的事，我记得大概1个月前，我们他刚开始发动这个行动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讲美军的这次的军事力量准备的非常不充分。为什么？因为从那个调集的这个空中的这个部队的数量，然后以及这个海上的这个舰艇的数目来看，似乎都在的显示美军的准备不充分。而且你可以从他打到现在3个多礼拜的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军他当初的这个战术指导，你虽然说可以说因为他依赖他的高科技武器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优异，但是整体来说他缺乏一个战略指导。也就是说，我今天我这个仗开始打，我要怎么结束？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怎么结束这场冲突？然后你就去开始边打边调整。对，现在看到情况就是边打边调人，所以就一直发生 tackle 这种事情嘛，对不对？但如果说今天他当初是有所准备，甚至于已经这个处心积虑，真的要把这个伊朗这个神权统治的这个政权给赶下台的话，他不应该是那样草就是那个开动。而且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显然对于就是如果要不要发动地面战争，显然还是处在一个模棱两可，甚至举棋不定的阶段。因为波斯湾或者说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了。导致这个美国想要逼的伊朗重新开放这个荷姆兹海峡，但是对于伊朗来说，我现在手边有100万地面大军，你只要不敢来登陆，你基本上来说，你要能够开通荷姆兹海峡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要开通荷姆兹海峡很简单，只有政治解决，那个只有政治才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美国就算用了军力能够占到波斯湾那个荷姆兹海峡北岸的这些据点，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保证能够彻底的扩清这些据点。你一旦进去，一旦占领，你就要开始陷入跟当初伊拉克一样旷日费时，而且损失人力非常多的那样的绥靖作战。因为你今天你的想法不是说要整个战线的推进，然后把他德黑兰首都攻下，然后把这个政权彻底推翻，而是如果说你今天的兵力只够做这些事情，只够在荷姆兹海峡周边占领一些据点，那个据点你一旦占领以后，那反而会是成为美国噩梦的开始。所以变成现在川普最担心的就是。虽然态势上面感觉说我要发动这个地面部队不惜一战，但是呢迟迟没有动作，就是怕说万一像刚刚孝瑋所提到的，深陷到这个以前这个过去经验战争的泥淖中没有办法自拔怎么办？好，刚刚提到说荷姆兹海峡的重新开放。现在就看到实质控制权还是在伊朗的手上那当然，这时候大家也在讨论是日本的角色因为共同社就报道说，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最近。有说川普先前呢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见面的时候呢，希望日本派出号称拥有全球最强扫雷能力的自卫队，这个扫海队群，希望能够来帮忙恢复荷姆兹海峡重新的开放通航。那高市早苗呢，则是告诉川普说有些事情日本可以做，有些事情日本不能做，这暗示着呢自卫队的行动是受到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不过，茂木敏充也表示在美伊达成停火以后，日本方面就有可能派遣自卫队去参与扫雷的工作。所以，香港巴士底报分析说，日本将扫雷舰队派到海外执行扫雷任务这很可能会成为自卫队突破海外派兵限制的一个借口。所以问题来了，在停火之前，照高市早苗目前的说法，日本自卫队的扫海队群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吧？应该是不能够出去的，因为高市早苗在见川普的时候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虽然说川普底下的人应该是在联合国的大使曾经讲过，日本会派出去。那日本的话，他是做一个否认，而且是在国会的时候，他也会去做咨询，到底我们自卫队会不会派出去？不管是高市早苗或是小泉防卫大臣，他一再会讲，现阶段我们没有要派出去。为什么没有派出去？因为现在还是在一个叫做战斗的状况之下，他们不讲战争，他讲叫
战斗，因为战争跟战斗有点不一样。战争的话是战争要有一个结束，而战斗的话持续的情况，他们是不会派出去。意思就是说，日本也不愿意被卷入这场战事。不会，应该是不会。不过如果说这一场战斗已经是告一段落结束，已经没有在所谓的火炮了、飞弹射来射去的话，假如在这个海峡上面还有一些水雷，日本应该是会派出去的。那为什么会派出去？因为水雷基本上会有分为3种，第一个是漂浮在海面上面，第二个是挂在海底里面，然后一条线拉上，大概是在水中间的一个情况。第3种是在水底面，那水底面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像是声音啊，或是一个那个震动，然后它就会去引爆。那日本的话，事实上在这一方面确实是非常的强，那非常强。战力到底有多强啊？战力应该是世界顶尖的。那说顶尖的原因是来自于2战，因为2战嘛，2战结束之后的话，日本自己也放了很多的水雷，自己也放了55000颗。他对放水雷跟扫水雷才会这么有经验。他们自己也放了55000颗，你总是要清啊。那美国那时候也放了11000颗，总共加起来是66000颗。你放在你们家附近，你自己总是要去扫，所以他这个技术有留下。然后又会牵扯到韩战，因为那时候的北韩就跟苏联用了，应该是4000颗。那4000颗的话，你放上去之后，美军不能够上岸，他也就请日本。那时候虽然不叫做海上自卫队，但是他的前身就是警卫队的感觉，他还是去帮他扫。那一扫之后的话，所以日本的技术在这一块它是有一贯下来。蔡老师，现在日本的说法是说，等到战事结束。战斗没有了，谈判了以后，然后战事结束了以后，我们再出动扫雷的这些水箭去。对，因为现在的情况还没有到日本权力危机事态，没有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存亡危机。即便美方给日本压力，也不为所动吗？不会动，不会动。为什么？因为他在国会一直在问这一个问题。川普呢，事实上有讲7次 step up。他们也去问他什么叫做 step up。step up 的话，可能要是我们2个国家的话，会合作会更紧密啦，日美同盟更紧密啦。当然，我们也猜出可能川普需要我们去派，但是川普也不敢开口说你就派，他也没有明讲。那在法律上面，日本他也跟他讲，我们有些可以做，有些是不可以做。我们已经跟你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现阶段还在战斗之下，他是不会派出去，也不可以派出去。所以我们看日本现在这个角色其实蛮尴尬的哈，夹在这个美国的压力之下，但是呢，他也必须考量伊朗方面，如果他真的派出了扫雷舰，可是呢，这样不是就等于是进到了伊朗所谓的在我的敌对国家，也就是美国的行列啊，这个部分可能日本也必须要谨慎作为。根据伊朗的官媒啊，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塔斯尼姆通讯社，他们在3月27号就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呢，他们强烈建议所有在美军驻扎地的平民赶快的撤离，以免受伤。因为呢，伊斯兰革命卫队无论在哪里都有义务攻击美军，甚至包括邻近国家这些美军士兵下榻的饭店都会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也表示说呢，当美军进入到这些饭店的时候，那些饭店呢就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意思是美国人在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好，路透社呢另外也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还有更鹰派的人士主张应该要发展核武来反击美国。所以美国副总统范斯26号在会议这个内阁会议上面也暗示，他说伊朗有可能在背心里面要装置核子武器来进行自杀式的攻击，但是这个相关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可能是有些资料在手上吗？不得而知。但是以目前实际的问题，就是目前伊朗所累积的浓缩铀，真的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说像那个范斯讲的，说在背心里面做成像核子武器来进行自杀式的攻击，甚至做核弹、做脏弹来反击美国吗？肖伟兄。好，你要说做脏弹这个可能性真的有，但是这些核子物质的移动难度是非常高的。首先先来讲伊朗现有的浓缩铀有没有办法快速的把它做成核弹？大家不要以为做核弹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做核弹的浓缩铀，它的铀浓度要高达97%以上，也就是这样精度的浓缩铀，这个地球上能够提炼出来的国家没有几个。
好，所以就是说，今天当时那个美国他们在过去这个反正看到伊朗有点浓缩铀的时候这个那个大家长期我相信你有记得一些那个新闻，就是伊朗境内的什么核设施发生不明原因爆炸，为什么？其实就是那个以色列摩萨德一直在监看伊朗，他如果就发现伊朗要开始准备好能够开始提炼浓缩铀，他就要设法把它炸掉，然后另外也管制这些所有可以提炼浓缩铀的这些设备进口到伊朗去。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浓缩铀的浓度要达到那个浓缩的那个纯度比例要非常高。像比如说以美国来说，美国这个福特级航空母舰，它的核燃料浓度高达95%，但是美国人可以敢把它拿来装到航空母舰上当核燃料用，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97以下的核燃料不会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是你要拿来当核武器，那个产生这种所谓的热核反应，就是能够这个引爆的，你一定要浓度达到97%以上，或甚至更高，才有办法作为这种所谓叫武器级的这种浓缩铀来做这个核武之用。你说今天那个伊朗在这么多年来饱受制裁，而且或者说好不容易弄那么一点点的就被这个那个以色列人被美国人这样炸，那你说他能够有足够的那个核弹那个核燃料来做核武器的话，我个人觉得没那么容易。而且今天你要做这个核武器，你也要经过一系列这个测试，比如说包含临界测试，或者是真正要试爆。像比如说金正恩，大家都知道他现在手边有核武器，为什么？因为他爸爸还在世的时候，这个金正日就在这个地球上搞了一个小型的这个核那个地震他那个地震一震，大家都知道，哎呦，原来北韩真的有。好，那这个时候你说伊朗你连门槛都还没有，他如果说你把它当初跟我们民国70年代张献义那个时期搞这个核武器类比的话，他基本上那个时候张献义把这个资料拿出去的时候，是让美方知道我们能够在6个月之后能够弄出来。但是如果说现在假设，即便伊朗在被美国跟那个以色列攻击的时候，达到当初那个张献义丢文件的这个水准的时候，这时候你其实你这个东西做出来，你要拿什么东西丢出去？当然你说他有很多这个地对地弹道飞弹可以飞个这个2000公里、4000公里等等，这些我都同意。但问题是说，你今天你这个东西两个要结合，能够射出去成功才能够算数。也就是说，有这个能力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程度对，而且范斯的说法，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其实不也正在合理化，就是这次美国出兵伊朗的一个理由吗？好，那现在就想说，伊朗呢现在威胁说要对于邻近的国家的饭店，还有包括了美军基地攻击而且说反正呢你这个军事官下他的饭店都成为我伊朗攻击的目标，这背后的战略目的要怎么看呢？大使？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伊朗做这件事情，其实因为他已经把很多美军基地给摧毁了，是他认为现在美军没有基地了，所以就躲到其他地方了。所以他就说你要躲在饭店或者这些的地方他要去追杀，而且还要俘虏美军。那其实他这个意思呢，饭店为什么会指饭店？我觉得他就是跟海湾国家讲，我如果打你饭店的话，我不是对你。我是对你藏在饭店的美军，对，所以叫你的美军你的饭店不要住美军，你住美军，对不起，我打的话，我不是打你饭店，可是是打美军，那我是不愿意打的，因为我把你这个国家的这个饭店供了你，国家还有观光客嘛，所以这个其实现在出来在调停的，比如土耳其比如说这个埃及比如说巴基斯坦那几个国家都是在跟伊朗在谈的时候，就希望说，你不要乱打这些民用目标真正的，冤有头债有主这个应该是美国跟以色列，你不要乱打。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其实是多重意义，一方面也警告美军，你们最好撤离。那么一方面也跟这些就是说这个波斯湾国家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些。名义上是美国盟友，可是实际上是这次战争的苦主。没错，跟他们讲说，你不要用饭店，让这些美军躲在里面。但是大使，您觉得我也都打你饭店了？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现在做了这样的宣布会不会造成说实质上面影响到这些海湾国家他们的态度甚至做法？他们会把这个对美国施压的力道加大。那个很多西方媒体包括什么 New York Times 的说，而且他们现在对伊朗这个什么要准备叫美国人继续打伊朗，然后他们自己可能出兵，我认为那是胡扯八道。这些国家他不会公亲变事主的，他不会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冤有头债有主嘛，对不对？没有，他不会跟伊朗去作战的，这是战争，人家他们这个中间事实上都有很多联系的对，就是说。
伊朗打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我是打你的美国的设施啊，你这个美军基地被打得很惨，那他没有针对你这些国家的民用设施，他打到民用设施，唯一是什么？唯一是伊朗自己的民用设施被打的时候，他这边没有美国的民用设施啊，他只好跟打这些跟美国关系比较重的国家，尤其阿联酋，所以他打了。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因为他没有美国目标可以打，所以就是说，你今天美国要打伊朗的民用设施，尤其能源有关的这件设施那海湾国家说，那伊朗就是打我们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附近都是他打得到都是我们的，所以他们现在卯尽全力希望美国不要打，不要扩大战争所以川普现在的压力，除了他自己美国的压力之外，海湾国家还有再加上土耳其，再加上巴基斯坦，再加上埃及，都是出来要美国不要去把这个战争往上提升的。没错。所以我认为基本上现在最希望这个战争停止的是海湾国家。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也是，这个战争是你美国发动的，可是呢，现在受害的，像您刚刚讲说，最大的苦主是我们，因为被打的、被这个毁损的。虽然是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民用设施，就是在我们这些国家的境内那但是问题是，根本对你美国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好，那当然现在重中之重，关切点还是在于荷姆斯海峡的实质控制现在开放通行呢，对于川普来讲，对于美国来说是当务之急那伊朗的外长呢，阿拉奇最近也证实说伊朗基于友好国家定义，目前只允许包括中国大陆、俄罗斯、印度、伊拉克还有巴基斯坦这5个国家的船只通行，其余呢被视为是敌对势力的船只仍然遭到禁止通行。这个5个国家里面呢，我们看到没有日本所以日本在处理上呢，刚刚莱特提到显得格外的谨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最近在这个幕僚会议上面也表示说针对能源供应的忧虑呢，将会从3月26号开始释放国家石油储备以及产油国共同储备。那所谓这个产油国共同储备呢，是日本与产油国合作，在日本国内存放的石油储备。另一方面呢，日本政府还会祭出新的政策，规定民营企业也必须持有的石油储备。好，日本真的现在对于这个中东危机也是非常的担忧，因为他们是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但现在祭出的对策真的能够有效的舒缓目前战争带来的冲击吗？短期也许可以，中长期呢？中长期的话，事实上日本他有去做一个分析美国打这一场战争是打的兵器战，但是伊朗打的是一个价格战，所以川普看起来会显得有点焦虑。为什么？因为价格往上升，川普讲的时候，我们的石油只有1%从那一个海峡过来，其他的国家只有90%多。不过我们要看一下，其他国家如果价格往上涨的话，自动会带动美国的一种价格上涨。那日本的话，他们就会感受到它的压力。虽然说他会去释放我们讲的储备石油，应该是3月16跟3月26日的话会持续的一个释放，他希望把市场的价格会往下来。那往下来的话，你也看到川普为什么会讲什么24-48小时改6天改6天的原因就是这样，希望让价格一直往下降。看着油价在说话的，这是看着油价在讲，所以他们发现川普就是你会跟市场去对，那伊朗有抓到这个点。那他们去担心到说，因为70年代有2次的石油危机会造成物价一种通膨，所以现在日方它就是跟 IEA 32个同盟国，既然要释放出去战备我们讲的储备石油的话，就只是一个国家释放那个量会不够，那不够的话大家一起去释放，暂时会让它缓一下。可是呢，这个可是又来了，他们就发现东南亚很多的国家，东南亚国家可能包括我们台湾，那个储备石油事实上不是很多。那不是很多的话，如果这个战事一拖长的话，大家都没有了。东南亚很多国家现在已经是单号、双号、单号、双号去排队加油。那现阶段只能够做的就是说，去别的地方买。或是说这个石油是不是透过别的地方去买？那别的地方去买又会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点，因为他们过去都90%来自中东，中东的石油那提炼的过程跟其他国家提炼的过程稍稍会有一点不一样，那不一样成本又会往上升。过去太过倚重从中东来的石油了，他们想过很多种方法，但是都没有用，就是希望能够降低对中东从70年代到现在，那也曾经去依赖俄罗斯，没想到俄罗斯2022年又去打
打乌克兰，乌克兰又说又不可以跟俄罗斯买，我本来想要从俄罗斯降低，那搞了这个又回到中东来，中东搞这个的话，所以他们的战备那个石油是254天，那跟其他亚洲国家来讲算是够，那即使是够。价格还是往上涨，那这些价格往上涨，股价就往下跌，日币就会贬，日币贬的话，物价又会带动，等于是高市它好不容易有一个经济起来，那又你物价一上来，民生又会说物价又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好，成果又不见了。亚洲很多的国家或经济体现在密切关注说日本的做法哈。对，简单请老师告诉我们哪些他们的做法，您觉得还值得我们参考呢？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他们会请日本可不可以释放多一点给他们？那日本他们有解释到，只要不影响他们国家的情况之下，他们愿意去帮忙其他国家。这第一点。第一点，趁这个机会，日本希望能够带动它在亚洲的那一种地位，而且它也带动说这个荷姆兹海峡能够顺利通行。他确实在拜访川普的时候，也有达到这一个通点，所以他希望是做一个和事佬这个战争希望尽快让它降幕下来。他跟川普也是讲这句话，我们这个战事就不要再打，尽快把它结束掉。针对这次对于伊朗的行动川普在上个礼拜他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无意向伊朗来部署甚至是出动这个地面部队，同时也透露说呢，美国已经要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避免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呢，以色列 Channel 12他们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最近的一次内部会议讨论时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甚至还没推进到一半，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态度也很关键，就是这场仗到底要打多久呢？而根据美国五角大厦的统计数据从2月28号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对伊朗海军、飞弹、无人机库存还有包括国防工业进行了超过7800次的空袭，并且锁定哈尔克岛上面超过90处的目标。但是哈尔克岛的能源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非常完整。如果真的要夺取哈尔克岛的话，就必须要出动地面部队。好，哈尔克岛其实它是个非常关键，因为它是占着伊朗的这个石油90%的出口，是非常重要的。那它位在波斯湾的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有25公里，长6公里，宽3公里，是最大的伊朗原油出口基地。90%的伊朗原油都是从哈尔克岛出口。那前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司令他就说，美军可以摧毁哈尔克岛的石油基础设施，但是这也有风险就是呢会对伊朗跟全球经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或者是美军就直接占领哈尔克岛，把这个重要的石油设施拿下来，作为跟伊朗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现在呢，拉回到美以双方的说法，都明确的表示，你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的说法就是这场战争将会延续下去，但是也画了红线，就是不派出地面部队所以评估的关键就在于说，能够不要打击或者是影响到能源设施。所以这个美以的共同军事行动，现在看起来，对美以双方来说，聂老师觉得他们是觉得老神在胜券在握，还是说其实他们的计谋早就被伊朗看穿？我觉得这次都打乱了。一开始和平谈判的时候，美国要求的是4大目标，前2个目标是它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浓缩又停止，要你的核计划、核设施不要再发展。第二个，你的导弹不要再做得这么厉害，要不然又出现第2个北韩，我美国还受得了吗？那以色列一直诱引我，就是说，他这个原因你一定要打，所以美国就说，有道理。我不要让它成功有一个长程甚至洲际导弹，甚至夹带的核，因此这是我的目标。现在根本没有完成这2个目标。川普不但说我赢了，什么叫胜利在握？他讲了多少次我赢了？我打了他好多地方，从2000多个地方到7000多个地方，这样打烂了人家的家园，甚至打死了那么多小孩，叫做赢了吗？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疑问，这是逻辑思考。第一个，美国是一个聪明，这个川普主任要占哈尔克岛，哈尔克岛在西北边。荷姆斯海峡在南边，好，荷姆斯海峡被伊朗控制了，你就要去弄哈尔克岛来封锁伊朗的90%石油，这不是以牙还牙？血债就是冤相报嘛。美军这么厉害，这么大，军事实力这么大，你需要这样子来作为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吗？
美国你越被我们觉得就看弱了。但是当他有他的智慧思考，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这样冤冤相报的时候，你会更惨。全球经济就像刚才讲的，所有人在分析这样全球经济，当然伊朗经济一定大受伤，全球经济更惨。那伊朗经济受伤之后，它再来又产生了。这次非常清楚，伊朗即便我实力不够你，我导弹打不到你美国，可是你打我军事基地，我反击，我反击你军事基地，你打我能源石油，我反击你能源，还有天然气。卡达我丢5颗，你防了4颗，最后1颗还是打得到。你现在防空，你这么糟糕的代价，2个代价，你的所有的东西防空系统都昂价非常昂贵，你根本是不对称、不平等、不对等的这个战争。对伊朗来讲。第一个军武的不对等，第二个代价的不对等。现在美国在此就会在信誉不断的扫地。你会发现，这次伊朗虽然伤得很重，其实他的国际名声反而更高。就是说，他最后反而他会想要他要求的东西。我现在讲说，你说胜券是不是在握？我绝对看不懂，这怎么叫胜券在？还有一个，什么叫地面战争？请问一下，1955年、1975年发生什么事？越战。《阿甘正传》里面非常清楚，年轻人打到最后疯狂扫射，看到草丛一动，那个鸡也杀，老弱妇孺都杀。已经情绪崩溃了，就像福特号现在的士兵，你加半年又7个月，还要加2个月在海上，他受不了，连马桶都会塞东西去，情绪会受不了的。船烧了睡在甲板上，美国的问题真的要去了解，这已经有点外强中干了。所以第二个呢，大家也记得吧，在2003年啊，这个我讲2月5号 ，Powell 拿了一个毁灭性的这个武器，抓到了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东西，这个白粉呢。当普丁说是一个洗衣粉，就打了伊拉克，从什么时候？2003年打到了2011年，8年9个月。请问地面战有什么样的收获？到现在他在伊拉克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好之名声？我觉得打地面战，就算这个岛你封锁下来，我觉得你也没有胜。而现在这个 idea 好像不错，但是您问我是不是胜券在握？我觉得这绝对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次战争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战争。第一个，川普情势错判。所以这个形势就有点转型了。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讲这个战争，我认为啊，如果国际在美国霸权还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要求，或者说我们不要讲要求，就是用不管示好的方式或怎么样的这个诱因的方式，让这些国家跟他刚刚讲自由行动也好，或者跟美国一起来抵制现代战争。美国这个我刚刚讲霸权的上中，这次真的会被敲响。所以这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现在避免的就是重蹈覆辙啊，就是之前不管是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包括再早一点的越战、韩战这样的一个泥淖之中。好，那最新的战损报告也显示啊，从2月28号这个开战以来呢，美军已经损失至少16架军机啊，其中包括了10架死神无人机被击落。那这2天呢，甚至也传出了美军最先进啊、引以为傲的这个 F-35逆踪战机呢，也疑似被伊朗的火网给击中，被迫紧急降落。相关的讯息当然必须要等待进一步的证实。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是凯恩呢，他也坦言说，美军目前只拥有局部制空权，也就是只能够控制特定的伊朗领空。那因为伊朗真的是幅员广大，你没办法完全把它的领空给这个掌控下来。好，那开战不久呢，其实呢，我们知道美国就掌握了相关的情资，然后锁定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呢来斩首成功。那凸显出的是情报的优势，还有反情报失守对于现代战争的决定性影响。但现在看起来，以色列这边的动作，尤其是这边就是说，目前似乎还是想要用斩首当做一个重心，那要把所有的伊朗领导阶层一一的赶尽杀绝但是有了先前教训的伊朗，他们目前的情报跟反情报的工作又怎么看呢？文佳老师。这个讲到情报反情报此时此刻是非常之重要就像委内瑞拉的总统其实被火抓那莫托罗其实是靠美国的一个精确的情报，然后呢，他疏忽了反情，就是没有去做好反情报，所以基本上就被抓了嘛。那这次的斩首行动哈马内伊呢，他其实他被抓到也因为怎么样？因为美国有精确的情报，然后呢，加上他没有疏忽了这个情报，所以呢。美国的情报优势导致于能够斩首成功，然后呢，这个伊朗因为反情报的失误，导致呢他被斩首。那我想这样子看起来呢，这个情报反情报此时此刻是在战场是非常之重要那我想这个美伊呢，它的情报能力虽然这个是非常强，但是呢，其实它会递减的。为什么递减呢？因为战事一拉长。有时候情报是怎么样？需要靠内线，因为你越长，他们越会保密，你越难去掌握情报。然后他反情报做得很好，
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伊朗呢，它会靠什么力量呢？它会去中心化的一个指挥部。他们以前可集中嘛，可能要集中开会或是拿手机，他现在可能不会这样做了，他会分散，所以你很难去执行这个斩首，他会做好反斩首任务哦。那第三个，他也用无人机跟这个飞弹来打消耗战，他企图他去瓦解你的这个斩首，他用消耗战来让你的这个美国，虽然你的战术是获胜了，你的战术，但是你的战略呢，其实是会陷入一个消耗战，你未定。对，因为尤其呢，这个我们知道伊朗啊，它是一个神权国家，它土地有165平方公里，人口有8000多万，而且它具有当国这个所谓的领导人的人比比皆是，因为他人太多了嘛。所以呢，你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光靠斩首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一直会去推选新的人出来没错，对，好，那第二未来，我觉得这个情报的趋势呢，当然我们美国短期内它还是需要靠这个尖端的情报跟 AI 的分析能力哦，但是呢，我想这个伊朗会在反情报跟不对称的作战呢，来迅速来补强，所以呢，这个战争形态会变成斩首跟消耗一个并行。了解。那所以我想这个情报呢，我想不是一次性的到位，而是需要长期的一个博弈。此外呢，关键还是在于谁拥有了情报优势，那同时又避免反制。OK， 所以其实从目前伊朗所推出的这个战略就是用低成本的武器来消耗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他们高昂的这些武器，反正呢不对称嘛。那但是呢，伊朗也料到这个以色列呢，或者是美国呢，他们不能够去攻击能源设施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川普特别告诫以色列说，不要再攻击伊朗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因为以色列先前就攻击了伊朗一个主要的天然油气田，就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伊朗就立刻也做报复，因为呢就攻击了这个卡达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因为这个拉斯拉凡处理全球大约20%的液化天然气，而现在呢，不止卡达，沙特阿拉伯在红海的主要港口盐布港也传出遭到攻击一度宣布暂停原油的装船作业。好，画面当中也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他有强调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新的措施，抑制不断上涨的石油跟其他的商品价格，而且可能对海上的伊朗石油解除制裁。这个石油总量呢，说如果是解除的话呢，估计可以稍微来缓一下燃眉之急就是石油总量因为有大概1亿4000万桶的原油。那分析师也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这个 Again Capital 的石油专家叫做约翰基尔杜夫，他说近年来呢，其实中国大陆呢是无视于美国的制裁，光是购买伊朗原油出口就占了非常大的部分。现在呢，如果华盛顿批准的话呢，中方呢就可以自由出售数百桶的原油所以确实能源对全球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尤其这一次呢，荷姆斯海峡受到控制之后，其实在亚洲这些国家，包括了日本、中国大陆，当然也是 OK 这些东亚的国家都受到影响。那现在以色列打伊朗呢，被美国提醒说不能够打油田；美国打伊朗呢，但是解禁制裁伊朗的海上石油所以这场因为地缘冲突引发的石油赛局，江老师你怎么看？现在谁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上？我觉得大家现在只看两边打来打去，加美国介入，可能刚刚之前提到找着日本或是找其他盟友一起加入这个战局。其实大家可能忽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时间。为什么会提到时间？其实燃油厂、LNG 厂不是说我今天关掉打开，它就可以去源源不断生产，它也是要一个时间。那据我所知的话是。目前的燃油气厂再打开的话，至少1个月以上的时间，那再加上装船，然后再到你的买主身上，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因素。那突然打了，又突然不打了，那我是开还是不开？对。然后这次在挪威有一个能源机构他有去做分析，说这次攻击会让卡达2026年的全年的 LNG 损失达25%。所以大概是2000万公吨，然后呢，要修复到像打仗之前的话，大概要5年 ，OK，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警讯。那再加上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解除限制之后，中国可能会就地把之前跟卡达在新加坡外海交易的这些黑石油变成就地合法化。那其实这也会一方面，我觉得
目前来说对美国来说算是一个很矛盾的状况。那为什么这样说的话？之前在俄国跟乌克兰在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去抵制欧洲买俄国的天然气。OK， 那现在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替代品，从卡达去买这些东西。那现在，卡达又不能生产天然气了。对，那就导致说，那我欧洲的这些国家该怎么办？那远一点，亚洲的这些国家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对川普来说算是一个很头痛的。像刚刚和主持人有提到说，美国说我又不用这边的天然气，又不是用这边的油，那你们这些人，我不管你。那你们要自己派船，它造成了这个现在全球能源的供应出现了一团乱。但是现在美国一句话说，这关我什么事情？你觉得这听起来不会觉得很可笑吗？好，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因为我看到了一篇分析啊，是说现在还有一个隐忧，就是有关于氦气的供应断裂啊，因为氦气是液化天然气制成的一个副产品。然后呢，这个现在不只是因为石油受阻，然后造成这个包括石化产业非常的慌乱以外，氦气的供应中断对于半导体制造，因为您是这个半导体科技相关的研究学者对于半导体制造的影响评估怎么看？其实基本上石油啦，半导体常用的就是氢气，就越干净的东西，其实在半导体制成用的越多，那包含我的蚀刻。那其实大家一直在讲半导体，可是很多东西是忽略，是我们的民生化工都要用这些东西。那到时候可能我们第一个，因为半导体说实在的，顶多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些手机、电视。那其实不用手机、不用电视、不换芯不会怎么样，可是你不可能不开车、不点灯、不穿衣服。所以我觉得后续很大一部分是要去看后面民生化工品的状况。OK， 好，所以因为讲到了说氦气就是这个液化天然气的副产品，它未来如果因为这个伊朗战争持续下去，而且没有看到终点的话呢，确实会造成市场上的担忧。毕竟这个半导体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氦气消费产业没有想到这个伊朗的危机现在竟然连半导体都有可能受害。